经过了28小时51分钟啊，我们从成都现在已经到了青岛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你等等，中国最牛卧铺大巴运转就到这里。我刚进来你就结束了，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！成都到青岛居然还有一趟卧铺大巴。上去坐到了嘛？我们要开车了，把安全带系起。非但比绿皮车便宜，还比绿皮车快。嘿，涂峰，成都到青岛卧铺大巴运转，这条卧铺班车线可以说是全中国现在仅存最长的线路了，从成都到青岛。如果你够铁定从青岛出发，坐这个车在成都中转一下川藏神车，就可以在3天内从胶东半岛干到青藏高原。我提前半小时到火车北站后面这个锦绣宾馆，这时已经有一大波乘客在等了。师傅，问一下，你们是等那个卧铺大巴吗？是去青岛那个车？他们是来自四川自贡的彩灯施工队，这次去山东潍坊做彩灯。师傅给我看了他们以前做的彩灯，原来公园商场那些好看的花灯都是来自四川自贡的好手艺。到潍坊，你们不坐那个有绿皮车吗？有啊。他们的票是包工头买的，就图个省钱。去潍坊好像只要400。师傅们琢磨着回四川的时候要坐高铁改善一下乘车环境。高铁1000多。彩灯师傅们劝我赶紧坐动车去，说这车很熏人。哎，这是要干嘛？发口罩啊？还说这是双层的，效果好。我现在心里一下子感觉到很忐忑啊！他们那帮施工队自己都戴口罩了，是不是这车有那么臭吗？我也算坐了2趟卧铺大巴。没遇到过特别臭的，对吧？可能是上次上海去青岛的那一次，我在上风口。车来了，是宇通的卧铺大巴，搭载潍柴 WP10排量336马力的发动机，隶属于青岛华顺通。接通了，放袋子里面啊！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都坐下来。这床好像还挺难爬的，你行不行啊？半米宽，还好有个栏杆，半夜不至于滚下去。车上还有借充电宝的，确实是想乘客之所想啊！司机师傅一胖一瘦，成都出发瘦师傅是第1棒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和川藏神车的蓝师傅有几分神似啊？你不要共上共享的哈！哟，还没发车的司机已经发飙了。后半句没录进去，司机说要开车了还滚来滚去，不是抬举。川普真的是好喜感啊！11点整，非常准时啊！我们的清晨卧巴驶离5块时，开启长达28小时的山海之旅。这块牌子是真的讨厌，正好好卡在这里，留出后面30公分给我拍，你这让我怎么拍啊？这靠垫有多久没洗了？不过有总比没有强，对吧？窗有点糊，我拿被子擦一擦哈。什么素质啊！不一会儿，我们跨越宝成铁路。北新大道走到底，上高速，一上去就遇到堵车。白鹤林立交下穿成绵乐，就是西成高铁。这时重庆西到南京南的高1888次正好通过，然后就是 G6 京昆高速。接下来我们将一直在 G6 京昆上行驶，直到西安。这段京昆和宝成铁路走向一致，广汉、德阳、绵阳、江油、广元，当然也和成绵乐平行啊！你看，又一趟复兴号开过去了。这是 G1832 济局的400AF 重庆西到济南西，这你都知道。广汉里面就是民航学院，广汉后面就是德阳，我们竟然下高速了。这是上课啊，一般都在收费站外，上完原地掉头 ETC 刷回去。这开了半小时又要下高速了。这车大概情况是在四川不断的接人，到了山东再不断的下客。不过车票是真的便宜，成都到青岛才450，你看看12306，就绿皮车硬卧也要500了。绵阳、福江过江就是石马镇，然后分别跨越西成高铁和宝成铁路。远处是云雾缭绕的山，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源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地带。前面左侧是岷山余脉，右侧则是大巴山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翻越大巴山，经广元到汉中，再穿越秦岭才能到关中平原。因为地形逐渐复杂，高速公路被迫开始分层，依山势修建，几弯隧道也开始多了起来。
石问子隧道错层的高速公路，这里有座县城叫剑阁，隶属于广元。对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就在高速公路右边的群山中，左手边则是剑门关高铁站。有了基建狂魔的高桥长穗，曾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，经过一代代升级，已成为最快3个多小时就能走完的高速通道。广元一旁韶山四改电力机车牵引着货运列车行驶在兰屿铁路上，而我们的 G6 京昆高速将在这里跨越嘉陵江，同时跨过宝成铁路西成高铁，然后溯流而上至广元市朝天区。108国道、宝成铁路、京昆高速、西成高铁，不同时代的蜀道在嘉陵江畔并肩前行。不管是27公里爬升680米翻越秦岭的宝成铁路，还是最大埋深1185米的西成高铁大秦岭隧道，无不彰显着基建狂魔70年来一路披荆斩棘的决心。而钻过明月峡隧道，离开嘉陵江后，云端同样有凿开的公路通往大山深处，唯有强大的祖国才有如此的魄力。接下来我们将来到汉中平原，就像江南一样温润的陕南，汉中欢迎你。